大家过年好！今年春节我和老婆去澳大利亚玩了一圈，前两天刚回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南半球，一路上也拍了一些视频、照片作为记录。这次我想就不做分段 vlog 了，就这一个视频来聊聊这次旅游的感受。我们这次是从上海出发，先直飞墨尔本，然后一路向北到悉尼和布里斯班，还有黄金海岸，最后是从布里斯班直飞回了上海，等于说是只逛了澳洲的东海岸。时间上一共是待了8天，但头2天主要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多待一段时间，我觉得旅游体验会更好。那先说结论，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很适合自由行的地方，旅游体验超出我的预期。之前在网上我们一直看到留学生自嘲说是土澳，会觉得澳洲很村很破，到处都是大蜘蛛、大虫子，还有蝎子、毒蛇。自己去过之后才发现，其实并没有说的那么夸张。首先，澳洲城市的环境和基建设施很完善。对我来说，最影响旅游体验的2个设施就是厕所和垃圾桶，这2个东西在市区是随处可见，而且公共厕所都是免费的，比欧洲那些1-2欧元上一次的厕所强多了。其次，澳洲的生态环境那是真的不错，只要不下雨，每天都是大蓝天，连云都很少见。几步路一个草木茂盛的公园绿地，海鸥、鸽子、麻雀，还有嘴巴又尖又长的白环就聚集在树上和人的脚边，一点也不怕人。我们这次去了几家博物馆和动物园，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因为人流不多，所以游览体验比国内好多了，不用人挤人。动物园的面积不算大，但动物的活动空间很大，肉眼可见动物的状态都很悠哉，比较开心。没睡醒。在墨尔本，我们后面还去了一个开在郊外的野生动物园，特点就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袋鼠和考拉。半开放的园区可以看到很多鸟类和小袋鼠在脚边蹦来蹦去，还可以花钱买零食喂它们，是很难得的体验。除了动物园和博物馆，澳大利亚最吸引人的还是自然景观，比如黄金海岸那边超长的沙滩海岸线，光是看着就很爽。喜欢冲浪和海上运动的人住在这里一定很舒服。我们还在墨尔本的菲利普岛上参观了经典项目，看企鹅归巢。太阳落山之后，成群的小企鹅乘浪而来，躲过海鸥和其他天敌，一步一步走回岸上，钻进安全的地洞里。可惜当时没有带望远镜，这里放一段官方的视频。天黑之后，目视企鹅有点困难，看它们摇摇晃晃地从成群的海鸥里穿梭而过的时候，还是挺刺激的。而且因为身处郊外，天上的星空也是肉眼可见，这幅景象真是久违了。哪怕不去景点，就找一个附近的海滩或者公园，在傍晚的时候随便走走也是挺享受的一件事情。比起清单式的打卡景点，我还是更乐意多浪费点时间在街区散步、逛逛超市。反正是来旅游的，虚度点时间也好。接下来还是回到食住行上面吧。澳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这2年跌下来了，现在差不多是1比4.56，我都是按价格乘以4.5来算。澳洲算是移民国家，有大量的华人和东南亚移民。墨尔本悉尼还有很大一块唐人街，所以口味上完全不用担心。大到港式海鲜、重庆火锅，小到蜜雪喜茶、杨国福，国内能找到的这里都有，只是价格单位变了。一杯奶茶6到8刀，一碗羊肉粉接近20刀，最常见的穷人快餐 kebab 一份13刀，稍微像样一点的带露天座位的餐厅，人均40到50刀。图性价比的话，也有30到40刀的韩式自助烤肉可以放开吃。反正只要下馆子，一顿饭人均100人民币是跑不掉了。想省钱可以去超市，冷冻食品很便宜，一份快餐10刀以内也非常常见。生肉和蔬菜的价格也还好，自己做饭的话可以省下接近1半的成本。说到住，悉尼的酒店价格最高，大概对标东京。墨尔本和布里斯班还行，和上海的持平。我们这次住的主要是酒店式公寓，会带厨房和餐具，方便自己买东西加热。布里斯班那家公寓酒店居然给到了67层的位置，客厅也够大，看风景很好。在悉尼住的就是连锁的星级酒店，早餐特别难吃，种类也没有变过，后悔加钱选早餐了。至于房价，我路过墨尔本一家中介的时候拍了几张照片，可以参考一下，感觉单价并不如上海高。听说悉尼的房价会高很多。交通方面，本来是想租车自己开着玩，但是考虑到澳大利亚是右舵，加上交规不太了解，
最后还是放弃了自驾，选择打车加公共交通。打车我们全程用的都是 Uber， 主要是机场到酒店之间的往返路程，懒得拎着行李箱坐公交了。网上说澳洲的出租车都很黑，所以当地人也靠网约车。Uber 和滴滴国际版都可以用，Uber 也是一口价，绑定信用卡之后直接扣费，很方便。有意思的是，开 Uber 的司机90%都是中东人或者印度人，但他们很热情，还会帮你搬行李。机场到市区坐最便宜的 UberX 车型大概40到50刀，还可以接受。因为在澳洲机场坐电车会有额外的费用，好像因为机场站是私人承包的，算下来一个人也要10几刀，所以人多肯定是打车划算。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我们这次去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属于3个不同的州，公交系统也是分开的，所以像国内或者日本现在实行的公交一卡通政策，这里也是没有的。虽然网上说在澳洲坐公共交通可以直接刷带芯片的信用卡，但保险起见，我还是买了3张不同州的交通卡，而且有的卡还是要押金的，有6刀的押金，也有10刀。好在回国之后，我把这些卡在闲鱼上都给卖掉了。澳洲坐公交的价格很贵，甚至超过了日本。公交车和轻轨按次收费，一次4刀到5刀不等。悉尼的轮渡，也就是相当于上海的黄浦江轮渡和香港的天星小轮，一次收了我7刀。澳洲的公交也很便宜，墨尔本和悉尼都有日刷卡上限。当你一天坐公交累计消费超过10刀左右之后，再怎么坐公交、轻轨都不会再收费了，相当于变成了一张1日卡。这真是一个鼓励市民多利用公共交通的好政策，因为只要坐2、3次就可以触发上限，剩下的一整天你都不会再额外花钱了。而在昆士兰州，最近半年内每次坐公交只收0.5刀，哪怕是从布里斯班坐2小时的火车到黄金海岸这样的跨城出行，两人加一起也就1刀。据说这是当地某个州议员推动的限时优惠政策，对外国游客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在澳大利亚这几天，我感觉这里的生活节奏比上海慢得多，大部分商店餐馆在下午5点就早早关门了。可这里的夏天，晚上8点太阳还高高挂在天空，灿烂的像是下午3、4点。当地人7、8点上班，4、5点下班，晚上还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和阳光可以挥霍。海滩边挤满了躺着晒太阳的，坐着做瑜伽的，站着打排球和玩乐器的人。难怪都说冬季的北欧人容易抑郁，我看夏季的澳洲人可太幸福了。要说还有什么感受的话，那就是简洁务实。澳洲的街道很质朴，像这样的商业街，招牌都是统一悬挂的，基本就是一行字，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门头装饰。城市里极少看到大广告牌或者悬挂物。对于习惯了国内满街都是审美低下的广告招牌和户外广告屏的我来说，无疑是洗了把眼睛。同时像是厕所、饮水柱、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公共设施却一点也没落下，在保持外观简洁的同时，也能充分照顾到市民的需求。卖生肉和海鲜的市场，地面能保持干净清爽，空气里闻不到异味。公共海滩边上，每隔一段距离就配有冲澡和冲脚的喷头，完全免费。几乎所有的轻轨和公交车站都没有闸机，刷卡全靠自觉和人工抽查。在免费的博物馆，遇到热情的工作人员递上多语种讲解设备。这些细节背后，既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也有政府对于公共服务体验的重视。我觉得能做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走在墨尔本和悉尼的街头，耳边经常响起普通话、粤语、韩语、日语和越南语。这里的餐饮选择丰富，日料、印度菜、中东烤肉尤其受欢迎。楼下有家店很有意思，叫靠曼改 Restaurant。靠曼改就是泰语里的鸡肉饭、白切鸡饭，然后它确实是家泰国餐厅。往唐人街里一钻，眼前全是汉字招牌和说着中文的店员，在这里不说英语也能轻松过日子，就像在纽约的法拉盛一样。说完优点，再来讲点澳洲旅游的缺点。首先当然是距离和时间成本，上海直飞10个半小时，那是真的难熬。当然有钱坐商务舱那就另说。墨尔本和悉尼市中心经常会看到流浪汉或者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和你擦肩而过，需要小心。我还在早晨散步的时候看到停在路边被砸了窗的车子，估计是被抢了。街头还有很多叫做 Easy Mart 的便利店，清一色印度人店员，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标价，而且价格是外面的2、3倍，不小心很容易吃亏。买东西还得去亚洲超市或者 Woolworths、Coles 这样的大连锁才比较放心。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们俩对这次旅行还是挺满意的，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墨尔本，我们还报了一个当地日游的行程，省心省力。如果有能力的话，自驾深入内地或者塔斯马尼亚岛，应该会有更精彩的体验。顺带一提，现在的澳洲签证可以自己全程网上提交材料办理，不用找旅行社。我提交资料之后，隔了2天就下了电子签，很方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经验教程。感谢你的观看，